道加了优酪乳之后，蛋糕的这个组织会变得比较绵细嘛？对。好，那如果说像有些人他对这个牛奶里面呐会过敏的话呢，那我就不能用这个配方啦？还是说我可以换成别的？这个液体类的东西来代替。可以啊，其实如果说对奶制品会容易过敏的人来讲的话，可以改成果汁啊，例如像柳橙汁，或者是豆浆也可以。哦，豆浆也可以。对，但是组织上面可能就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优酪乳会比较绵密啊，会比较绵密哈。对，因为我知道哦，除了蛋糕加优酪乳呢，常常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也可以加优酪乳，甚至可以加维他命 C。让面包的组织呢更绵细、更滑。好，那至于这个理论的部分呢，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搜寻。好，我们赶快来看看我们今天老师要介绍的这个优酪乳蛋糕有多么的可爱。为什么？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模子。这个模子里面呢，我们铺了一个这个烤盘子。好，但是这个烤盘子，待会儿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教观众朋友呢怎么把这个烤盘子呢弄得非常漂亮的把它垫在底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剖得不平的话，我们做出来的蛋糕呢，可能呢就会形状没那么漂亮。嘿，对，好。对，优酪乳蛋糕其实材料非常简单，只要轻松的4样材料，家里面应该都会常有的啊。第一个是优酪乳，再来我们要鸡蛋2颗。那特别提醒呢，我们鸡蛋呢建议是用常温蛋。常温蛋呢，蛋白会比较容易打发，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它退冰之后，会比较容易制作蛋糕。那再来就是砂糖，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是低筋面粉。对，面粉建议用低筋面粉，口感会比较细致。低筋面粉比较适合用来做蛋糕还有饼干。好，那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干净的容器。这个容器呢，为什么要干净呢？不能够沾到任何的水分或者是油脂，不然等一下如果蛋打进去的话，有水分有油脂就会影响打发蛋白，会比较容易失败。那我们首先就把蛋打下去。好，其实我们蛋白跟蛋黄呢是要分开，但是老师打蛋白跟蛋黄它也很特别。其实呢，老师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大家看到了哦，要看仔细。汤匙一支，建议用就是不要用铁汤匙哦，你就用一个陶瓷啊，或者是塑胶汤匙就可以了。就轻松的，我们把蛋黄的部分捞起来，好，然后就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盆子去。为什么不要用铁的嘞？因为铁的可能会比较容易。它比较锐利，对，会刺破，因为它也比较薄嘛，所以就很容易把这个蛋黄跟蛋白又和在一起。好，老师这个方法够简单吧？可能很多朋友说啊，原来如此，我还去买分蛋器，然后分了半天呢，又不小心蛋黄又刮破了。对，我们优酪乳的部分呢，如果说是小宝宝要吃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无糖优酪乳哈。那如果有糖的话，我们糖量就可以减低一点，没有关系。那我们要量150 CC 的优酪乳。那现在很多优酪乳里面会加这个什么草莓口味的啊、蓝莓口味，甚至还有加芦荟的啦，都没有关系吗？如果有颗粒的话，比较不建议。比较不建议。对，就用那个选择没有颗粒的。哦 ，OK， 所以呢，我又问到重点了，老师。对。把优酪乳倒进来，蛋黄的部分不要倒错哦，是蛋黄部分哦。老师，你不要倒错。常常有时候来宾太紧张上节目的话呢，他嘴巴说我不要倒错，不要倒错，结果他就往往会把它倒在呢错的那一边他就起了了啊。是，然后轻轻搅拌，好，低筋面粉我们就把它过筛。为什么要过筛呢？因为过筛才不会让那个面粉结颗粒，然后吃起来蛋糕口感会比较细致一点。所以几乎做所有的糕点我们的面粉呢都要过筛，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好，那我们其实如果比较讲究一点的话那个低筋面粉我们可以过筛2次，第一次就过筛到一个干净的那个盆子去，然后再过筛第2次直接拌进来。好，那我们就轻轻把它拌匀。老师都是强调轻轻的为什么？因为他的小 baby 很小，他怕操作很大声的话，他的小 baby 如果在睡觉的话呢，就被吵起来了。其实我们搅拌的时候呢，做蛋糕我们也不需要太大力，因为如果搅拌过头的话，面粉它会出筋，然后到时候会影响它的口感，可能还有你搅拌太大力，会不会把整个的台面呢都弄得脏脏的？太恐怖了，很恐怖，很香，有优酪乳的味道。
好，为了避免让它出筋呢，虽然老师用的是这种小型的搅拌器哈，但是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呢，一定呢不要速度太快，然后呢记得锅边哦，很多来宾来节目的现场呢，都会提醒观众朋友，锅边因为它比较容易干燥，而且有一些粉粒啊或者砂糖都会粘附在周边，你一定要把它刮到中间来，继续呢跟其他的材料呢做拌合。好。那我们就拌到这样子，那我们就准备来打发蛋白。好，那首先我们就先不加糖，我们就先干的这样子打。那打到稍微起泡之后呢，我们才把砂糖加进来。这个其实就是要让观众朋友知道哈。很多人呢，就是说在打这个蛋的时候呢，选的容器，我们尽量呢选它的容器深度能够深度要深一点的，但是也不能太窄，太窄的话，你这个搅拌器呢没有办法放进去。建议就是能够选那个圆弧状的底部的那种容器，然后高度要足够，不然其实打蛋白的时候，尤其砂糖加进去的时候，会喷的到处都是。然后另外提醒，如果说你是用这种搅拌棒附的这种打蛋器呢，你记得你不要从头按到尾，你一定要点按，不然搅拌棒的那个寿命可能会缩短。就是不能让它呢持续的那个加温度啦，因为它温度越来越高的话，有时候里面的引擎会烧掉啊。对，好，这时候你要稍微看一下了哈。对，这个是还没有到干性发泡，但是好像也还没到湿性呢。对，我们就继续搅拌。有电动打蛋器真的在制作糕点会比较方便，也比较省力。好，老师这个时候要看一下是不是所谓呢外面差不多好。这个呢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哈。来，老师，因为我知道你手痛哈，来，所以老师的手已经快受不了了。我稍微呢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哈，什么叫做湿性发泡？好，这样子拍得到吗？镜头就是像一个鸟的嘴巴。这样倒钩下来，这个是湿性发泡。待会儿的干性发泡呢，嘴巴呢是要尖尖的、挺立的。好，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哈，这样有一个勾勾，这个是湿性发泡。好，那我们就继续打，差不多了。还没。好，老师你停。好，老师在打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待会儿呢也要把它这个都刮到里面来哈。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鸟嘴，是不是跟刚刚就不一样了？可能还不是很明显，我可以再把它呢。OK， 这个鸟嘴巴呢就比较挺立了，不像刚刚是这样子刮的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干性发泡。好，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知道我们在看食谱的时候，湿性发泡、干性发泡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哈？这就是今天我们做的这个优酪乳蛋糕里面呢需要的这个干性发泡的状态。那我们差不多取1/3的蛋白，我们先把它放进来我们的那个蛋黄糊里面，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只要先用打蛋器把它搅拌均匀就好了。为什么要先把一部分蛋白弄过来呢？是为了让蛋黄糊到时候跟蛋白霜能够比较均匀混合，所以先取1/3过来。好，所以第一次的1/3呢，跟刚刚的这个蛋黄糊呢，都已经和得差不多之后，你会看不到蛋白的状态下呢，你就可以再加第2次的1/3。然后到时候我们把那个蛋黄糊直接倒过来就好了。好，再来我们就把拌好的蛋黄糊直接倒进来。用切拌方式，什么切拌方式？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这样搅拌。记得我们现在是要换成是刮刀，不要再用那个打蛋器哦。这个很重要哦。在做蛋糕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用原本的这个搅拌器，然后来拌合，最后呢，所有的蛋白呢就消泡了。那你做的蛋糕呢，就是组织上会比较紧实，而且呢，它也不容易蓬起来。对，会变发糕，就不是蛋糕了。好。老师，我来帮你吧。我看你的手非常的吃力哦。在拌的时候，通常都是从12点钟的这个方向呢，往6点钟的方向，再从9点钟的方向出来。是利用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那我们方式。拌最好能够快速，然后又要拌均匀。好，这可能需要稍微练习一下。我们的厨娘经验老道，非常棒。好，太好了，差不多了哈。对，你只要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蛋白呢，就可以了。有混合就好。这个容器其实我们还是要铺上烘焙纸会比较好脱模。如果真的没有烘焙纸，你就一定要抹油，然后撒上一点面粉，不然到时候脱模会比较不顺利。好，你会看到整个漂亮面糊的的纹路。状态哈，像一片那个瀑布一直这样子洒过来。好，我们倒好之后呢，那我们就轻轻在桌面上敲个几下。这样的动作是因为了让大气泡散出来，里面组织吃起来会比较不会有气孔存在。好，那我们今天一样是用电锅干烤的方式，底部不加任何的水，也不用放蒸架。好，那放进来之后呢，把电锅盖子盖上，那我们就按下开关。这个容器的话，差不多烤3到4次，你就是每一次按压下去之后，那它电锅跳起来，差不多隔5分钟左右，你再一次压下开关，差不多3到4次，它就烤好了。那怎么样来测有没有烤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筷子来测试。很多人不知道蛋糕怎么样叫烤好，那筷子只要拿起来，然后插下去，拿出来之后，里面有湿湿的，还有粘黏的状况，那就是还没有好。那可能有观众朋友会很想要知道，刚刚那个烤盘子是怎么放进去的？好，烤盘子的大小大概要多少？通常比如说今天你的这个容器是一个这样正方形，你就剪一个正方形大小，然后比它的边高出来大概1公分到1.5公分这样的一个正方形，就是合着这个容器的大小。好，这个时候就很简单了，把这个模型拿走。然后呢，把它折一个对角出来，再折一个对角。哇，好像在折纸一样。对啊，好像小时候我们在折那个造飞机那个造飞机造飞机。好，这时候呢，你就在这个4个角呢，把它剪开来。那剪多深呢？就是你的这个高度，就是你要剪的地方。然后这边呢，对角呢也剪过去。好，剪过去之后呢，这个中心点呢就对着这个整个容器的中心点，有看到，尤其这个是玻璃，很明显，它的中心点你就给它点进去。你虽然说你数学不好，可是你空间概念很好啊。碰巧，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老师说他是教数学，我说我最怕数学老师了。好，好，那整个呢放进去之后，因为这个角就放进来，对不对？你再利用你的这个食指这个指甲部分呢，把它刮4道，就沿着你的容器边边刮4道。待会儿你做出来的这个蛋糕的形状呢，就会非常的正方，有棱有角，哎，有棱有角。周边呢要稍微对这个线呢要压平，角度呢把整个的这个纸呢都非常贴的哦，贴着这个容器，这样子上来。好，那很多人会说，那我这高出来的部分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哈，为什么呢？因为高出来的部分，如果今天你用的，像我们今天是没有加泡拉粉，对。可是有些人他有加泡拉粉的话，我的这个蛋糕在蒸或者在烤的过程里面呢，它会爆出来。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这好像影响景观美观，所以我就把它剪掉，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稍微高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好，好。我们镜头看，哇，好香哦！对，老师已经偷偷的，你看，戳了一个好大的洞，戳了一个好大的洞。来，这个洞是怎么来的哈？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没有用竹签哈，好，我把它挪到这边来，让观众朋友看清楚一点。小的，赶快。对。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洞啊，这是老师戳的，其实他是故意戳的，不是说他真的是这样子戳啦哈。好，通常我们戳的话不要这样子侧面，老师这个就是用侧面的哈。那我现在呢要戳的话呢其实是从中间，哇，好绵密的感觉。你看没有粘黏，这个洞跟这个洞就差
很多。好啦，好，所以最好还是用竹签。好，就是我们做那个肉串呐，我们中秋节或者什么不是很喜欢，台湾特别喜欢烤肉嘛，对，那个肉串来刺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孔洞，比较秀气一点。好，我们现在要把它拿出来哈，把它呢拿出炉，很烫哦，要非常的小心。好，对。然后老师拿的时候，小心哦。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如果有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呢，千万不要把它剪掉。你平品的时候呢，你就少了这个耳朵了。所以刚刚我们在剪这个这个角度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对角线剪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说啊这边我把它剪掉。其实这个都是你在提的时候非常方便你提的哈。好，那我们呢要倒扣呢。其实最好是等凉啦，对，等凉会比较好。但是像我们把它扣过来再扣过来再撕，对，好，扣过来再撕会比较好用。可以吗？其实还需要一个盘子。好，把那个妹的。没有，我要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现在这个有一点烫哈，好。它底部有焦焦的，很好吃哦。对，但是呢，我们今天实在是等不及了哈，我们不等它冷了哈，我们就这样子。等一下，丝上面要轻一点，对，不然会掉一张皮。哇，超漂亮，超美啦！哇，天哪！电锅烤蛋糕完成。今天呢，老师的这个电锅烤的这个蛋糕呢，终于出炉了哈，跟观众朋友见面了。好，这么漂亮的颜色呢，就是因为我们底下没有放这个蒸架，对，蒸架。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给它装饰呢一个这个薄荷叶，哈。好，这个薄荷叶呢，我们让它呢稍微有一点点这样子面对观众朋友。好，这个薄荷叶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好香，非常漂亮，差不多把它擦了啊，太棒了，好，火起来了，哦，太棒了，咖啡色配上绿色。好，就是有画龙点睛之妙啦啊！非常感谢呢，全球观众的这个准时收看。当然呢，我们也谢谢美君老师，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个特殊的又那么简单操作的这个优酪乳的这个电锅烤蛋糕。对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师，谢谢，当然谢谢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